我有一个师兄，5年前花重金学来一个川味炸酱面的配方，经过他标准化的改良，如今已经开了10几家连锁店，每家店的生意都很火爆。那么这款炸酱面有何德何能成为一家店的招牌呢？今天把详细的配方分享给大家，保证您一定学得会。因为是标准化的配方，所有食材和调味品都很容易买到。这一次我们用2斤五花肉来进行教学，实际操作中一锅炸酱的标准是20斤肉。做炸酱的肉选3肥7瘦的五花肉为最佳，五花肉肥瘦相间，筋膜比较少，不腥不柴，做出的炸酱口感比较好。但是出于成本的考虑，也可以选用后腿肉。我们先把五花肉的皮给去掉，从中间切一刀，一直切到靠近猪皮的位置，但不要把猪皮切断。然后一只手平刀向前推，另外一只手往回拉，这样就可以轻松去皮。接下来我们先把五花肉切小一点，切的时候一定要切断筋膜。全部切好后，我们用双刀剁成肉馅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不要剁得太细，我们剁成黄豆大小即可。炒熟后还会略微缩小一点，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，也能吃出肉的颗粒感。如果您怕麻烦的话，也可以用绞肉机，选择低速键，绞一下，停一下，只要不绞得太细就行。现在的绞肉机都是分体式设计，绞出来的肉和刀切差别不是很大。如果是开店，可以买3用的绞肉机，还能控制肉末的大小。全部切好后，放入一个盘中备用。取一小块猪皮，用喷枪烧一下猪毛，刮干洗净后切成丝。准备一口干净的锅，加入多一点的水，先不加热。我们放入剁成2半的大棒骨。实际操作中，由于成本的考虑，大棒骨的肉一定会被剔除干净，不会像我这样还有那么多肉。然后加入一个鸡架子来熬高汤，因为家庭制作量太少了，我用一根鸡腿代替鸡骨架。再把猪皮放进去，再加入一点生姜、一点大葱段和1勺料酒。我们开始焯水，水开后撇去浮沫，然后立刻捞出来，用温水清洗干净。我们换一个砂锅，把洗净的猪皮、鸡腿和大棒骨放进去，加几片去皮的生姜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开大火煮沸。水开后转成最小火焖煮2个小时，既可以得到高汤。煮汤面、煮馄饨都是用这个骨头汤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大葱，去掉根部后改刀切成葱段，切完后大约60克。准备一大块生姜，不用去皮，改刀切成姜片，再切成姜丝，切完后大约60克。半个洋葱切成洋葱丝，切完后大约100克。准备一点芹菜，改刀切成段。最初的版本是用香菜，考虑到有一部分人不吃香菜，换成了香芹。切完后大约60克。香菜单独放在调味区，和葱花放在一起，让顾客自己加。锅中加入400克植物油，这里首选是菜籽油，因为它的附着效果最好，用它炒出来的炸酱更容易挂在面条上。开大火把油温升起来，升到5成油温。很多人不会开油温，这里给您介绍一个简单方法。我们朝油中插入一根竹筷子，当您发现筷子周围出现很多密集小泡的时候，此时的油温刚好5成，大约150度。我们倒入全部的生姜、芹菜、洋葱丝和大葱段，这个时候可以调成最小火，让它们慢慢的浸炸。整个过程需要15分钟的时间，让它们的香味炸进油里面。后期炒肉末的时候就不用加姜末了，不加姜末的炸酱吃起来不塞牙，这也是很多老人小孩喜欢吃这个炸酱面的原因。细节决定成败。等到它们都被炸得微微焦黄了，就可以关火了，让余温继续浸炸5分钟。5分钟后，我们用漏勺把残渣捞出来，然后挤压一下，提出里面残余的油脂。这个葱油用来炒饭、炒菜都会很香，属于香料油的一种。再次开火，把油温升高，大约120度，就可以下入全部的肉末了。下面开始翻炒，全程用中小火，把肉末全部炒变色。下一步，我们就可以加入酱料了。这里用3种酱，属于南北结合的产物。这里给您展示一下：100克的红油豆瓣酱，60克的黄豆酱，50克的甜面酱。红油豆瓣酱需要剁细一下，因为豆瓣的颗粒有点大，会影响口感。实际开店操作中却没有这么麻烦，直接购买的就是剁细的豆瓣酱。详细的配方表我会放在评论区和视频的最后，方便您保存。继续翻炒，让肉末上色，还要把酱料炒干炒香，和油混合在一起。翻炒一会儿后，加入适量的高汤，高汤要刚好没过肉末。下面开始熬酱，全程需要20分钟左右的时间，一边熬一边搅拌，从而避免糊底，没有什么难度，就是一个力气活。熬炸酱不需要很久的时间，熬久了肉末反而会变老。前面准备的炸酱卖的差不多的时候，就可以马上熬下一锅，也不耽误做生意。
先开大火熬5分钟，此时的水分会剧烈的蒸发。5分钟后开始调味，加入适量的老抽来增加颜色。不过一般而言，面馆的炸酱颜色通常会比较深，尽量让顾客看不出来实际的成分。因为饮食习惯的问题，很多人对深色的炸酱感觉更有食欲。再加入白糖8克，增加回甜和提鲜。最后加入鸡精和味精各10克，增加鲜味。如果是开店的话，味精和鸡精是必须加的。我家里自己吃，加一点鸡精就够了，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加。接着加入十三香18克，我们买的小盒装的13香就是45克，刚好熬5斤炸酱。再熬10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加入蚝油30克，继续熬5分钟。起锅前加入黑胡椒粉18克，搅拌均匀即可。由于炸酱的3种酱料都自带咸味，所以不用加盐。后期我们通过酱油调节面条的咸淡，然后把炸酱出锅，装在一个大盘里面，把它压平，让油盖住肉末，这样可以隔绝空气，从而锁住肉酱里的水分，防止变干，还能防止氧化发黑。下一步给您演示一下如何制作一碗川味炸酱面。先打1份炸酱面的碗底调味料，一个干净碗中加入1勺葱姜水，再加入1勺特级酱油，以前是自己熬制的复合酱油，标准化后直接使用某品牌的味极鲜酱油，再加入一点味精、一点鸡粉、一点胡椒粉。实际开店操作的时候，会把这3种混合在一起，直接加1大勺，减少流程。顾客在旁边即便看见了，也不会嫌弃。加入1勺芝麻香油，以及最为重要的秘制川味辣椒油，这样麻辣鲜香的味道不就齐了吗？起锅烧水，水开后加入1份手工面，下锅后用筷子轻轻的搅散，煮到9分熟的时候就可以捞出来，过凉白开，让面条急剧的收缩，从而变得更劲道。关于面条的选择，您可以根据个人爱好进行调节。不过标准化流程中，我们这里选择的是做热干面的碱面，它有3个优点：第一是出餐快，烫10秒就能出锅，客人再多也不怕；第二是节约成本，可以同时卖热干面，减少物料的损耗；第三，面条不粘，也不容易成坨，方便打包外卖。捞出面条，放入打好调料的碗中，朝锅中丢入几片小青菜，把它们烫熟后铺在面条上。接下来加入1汤勺香喷喷的炸酱，再淋上一点炸酱的油，让面条的颜色更加的红亮，而且不容易粘连。朝炸酱表面加入1勺花生碎，再加入1勺榨菜碎，再放上一点自制的麻辣海带丝，这个属于本店特色，酸辣味一起吃非常的解腻。喜欢吃辣的朋友还可以加入一点小米辣，最后撒上一点性感迷人的小葱花或者香菜，一碗川式炸酱面就完成了。把面条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。一碗合格的炸酱面，一定要面条上挂得住肉酱。您看一下，效果还不错。多余的炸酱可以用无水无油的大罐子装起来密封保存。最后详细的配方表，方便您截图保存。评论区还有文字版本的。我是大厨阿斗，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更多的人。